你也曾經看着別人的影片，嚮往着山海、戶外，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始，或是覺得我一定做不到嗎？嗨，大家好，我是 Celine， 跟你們說，我曾經也是。今年我決定開啟一個全新系列——戶外新手村。這裡沒有門檻，只有出發的勇氣。我們會一起去世界各地找那些美得讓你說不出話，但是其實新手就能抵達的地方。那些讓你看完之後，心裡第一個念頭不是好厲害，而是我好像也可以的地方。這些大景你真的看得到，不是因為你有什麼特別的裝備或體力，而是因為你願意出發。第一集我們來到印尼東爪哇，這裡有被孤獨星球列為世界必看的日出，世界最大的酸性火山湖，世界唯二的藍色火焰，還有一道讓人屏息的千層瀑布。沒騙你，它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到達。好的，我們現在趁這個香港轉機的時間來介紹第一集的特別來賓米婭。你知道我這個系列有個名字叫做戶外新手村嗎？我完全不知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是米婭上這一集的節目呢？是因為米婭其實有出現在我們頻道過，然後這是你人生第2次爬山。對，然後第一次是什麼地方？菱角泥。我告訴你為什麼找他，因為他上次爬菱角泥爬到哭，一直在那個人身上哭哭啼啼，說我不要爬，我想回家，爬山不好玩。我再也不會爬火山。沒錯，總而言之，我這找米婭來，我就跟他講說，這次的火山保證輕鬆。對，然後我這次的目標就是讓米婭整趟都是笑着走完這段旅程的。這個是我們這次的攝影師，這個就懶得介紹了，介紹過很多次了 ，James。然後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旅伴呢，就晚一點再陸陸續續介紹。出發印尼，Let's go！Let's go！我們終於到泗水啦！敲我大哥，林杰，這麼巧啊！他是我一個超級好朋友。因為我們明天呢就會直接前往就是郊區，所以是沒有任何時間遇到其他換會所的，所以就在機場換錢。对，然後這個是我們這次的向導漢生，98萬。我看一下。什麼？真的比較重。這一次呢，就是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無腦的狀態來到印尼爬火山的，因為參加了荒野旅人的行程。對，然後這個呢，就是荒野旅人的老闆本人。我也是因為就是有旅行社在帶這個原因，才覺得其實這個行程真的非常的適合新手參加。因為除了路線簡單之外，其實辦過線上的行前會，然後把所有你該知道的東西、需要帶的東西，全部都跟大家講清楚，整體上都還蠻安心的。当然現在才第1天，如果我真的有出什麼狀況的話，我還是讓大家知道。好，謝謝漢生，他連他忘了帶登山鞋都幫他買好了。謝謝漢生。對，我覺得他是一個服務很好的人。這一次呢，我們來的地方叫做東爪哇，它的位置其實就是在巴厘島的西邊，就有些人會直接搭船過來。然後我們這次就是要去他們最主要的3個景點：千層瀑布，然後就是 Bromo 火山跟伊珍火山。來 check in 第1天晚上的房間。像我們今天這樣子，就是舟車勞頓1天，晚上睡一個舒服的是很重要的。不錯，訂的不錯。對，今天要早一點休息，我們明天早上7點要集合。对，晚安，大家晚安。早安，双火山跟瀑布的行程你都去過？对啊。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就是其實這一趟最困難的是什麼？坐車。坐車。但是我們每天都要搭很多個小時的車，然後現在也是要搭3個小時的車去我們的第1個景點。來這裡一定要帶頸枕。今天這2位是我們的在地向導，
我要這邊。好啦，我們要準備進去敦巴克西霧塞武瀑布了。漢生說，塞武在印尼文就是1000、2000的千的意思，对，就是一個千層瀑布。哇，這群人就是連不做功課，然後現場向導的話也不聽呢。我有做功課。只是我看完就忘記，那就等於沒有做功課一樣啊！這個是没有，這不一樣。什麼理由？多久做功課？但我有聽。多久到觀景台？15分鐘。然後多久到下面？40分鐘下去。哎，謝謝。40分鐘走上來。等下你可不可以等下5分鐘又忘記？我等下5分鐘再考你一次。現在什麼狀況？這裡的廁所只要3000塊。啊，這麼便宜？我們被坑了。非常的多。我們到那個觀景台了嗎？根本就沒有到15分鐘吧？好快哦！先來看一眼這個，哇，其實很漂亮哎。對啊，很美啊。下面有一排這種熱帶雨林的葉子，一整圈的瀑布，還有一排樹。那我這次帶的器材呢，除了单眼之外，還有這台 X5跟這個360的空拍機 Anti-Gravity A1。它跟一般的空拍機比較不一樣的部分呢，是它其實是有上下2顆超廣角鏡頭，然後再用它就是後續的360演算法把它拼接成一個全景相機的畫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台 X5，但是可以飛。是不是听起來很扯？現在有點小小緊張，因為我第一次拿這個360空拍機飛瀑布，希望可以拍到很帥的畫面。怎麼了？太酷了！你們很誇張哎。好，你抓着我，沒事。你抓着我，沒事。現在在瀑布旁邊，對不對？你再往下降，對不對？怎麼下降？我掉下去！你沒有掉下去。一直往下。好，我把你帶上來，把你帶上來。好玩嗎？好好玩哦！好玩嗎？你可以看到在那個讚嘆科技耶，它在很靠近彩虹的地方，我要被彩虹包起來了。哇哇哇！現在身邊這一圈都是彩虹。大家等一下看完說不用下去了，這樣。哦，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哦，不要再上去了。啊 ，OK， 我上去，我把它帶上来。好，我就带你們坐電梯這樣子。降落。這一台已經被整個噴濕了，居然還完整的回來。第一次飛瀑布大成功。那關於這台機器呢，其實我已經有拍過2支，就是很完整的影片跟大家就是開箱 Anti-Gravity A1。但它其實在4月中的時候有經過一次大更新，所以這一次呢會在後面的景點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更新了些什麼。剛剛感覺用那個 A1 飛下去都有點覺得好像可以不用走下去了。剛確實有這種。很帥哎！現在大概還要再走40分鐘才會到瀑布的頂端，但是剛剛已經有給大家看過那個畫面，它的瀑布呢其實就是被山谷這樣包成一圈的。因為我們遇到了這個印尼的連假，這是他們的 long weekend， 不只有外國遊客，還有從印尼4面8方來的遊客。我們已經在這個樓梯卡了大概有10分鐘，因為這一段會涉水的關係，所以來這邊一定要穿涼鞋。哇，現在呢就是走進一個峽谷間，可能拍不太清楚，但是其實空氣中是彌漫着很多水汽，下來之後天氣就舒服很多了。現在要準備穿過那個峽谷的那一面，就會看到瀑布了。那我潜水了，有用嗎？就是一起掉下去。用這個角度來開箱千層瀑布，哇，這個真的算是很壯觀嘞！而且我跟你們說，每過幾秒鐘就要擦一下鏡頭，這樣看也很好看。然後很多人會從上面拍過去，然後我現在的這個角度其實也蠻好看的，就是一個角度很多的瀑布，因為它夠廣，你知道嗎？上面這邊呢就可以用更近然後更高的視角看到這個
千層瀑布的樣子。现在有很漂亮的彩虹，我们刚刚就是空拍飞下来的时候也有看到彩虹。虽然說呢，這次我在這個瀑布的畫面沒有拍很多，因為人真的有點太多了，但是我覺得算是我看過數一數二厲害的瀑布，逛了一圈都覺得這個點拍起來最好看，對吧？就是我一開始有那種，因為那個有一個大石頭，就有那種原始的那種森林裡面。如果大家來時間有限的話呢，我推這顆石頭，而且因為你往上拍，其實後面就算人再多都拍不到。當然，大家記得来這邊的防水的東西要做好，大家記得一定要穿止滑的涼鞋，要做好你会全身濕的準備。我是有準備一套乾的衣服在車上，然後這部分呢，我其實有特別去問過荒野旅人的那個帶團的人，就是說他們其實正常來說的常規团是會刻意避開印尼的連假的，只是說我這一次算是因為我想要揪自己的一团嘛，所以開了他們常規团之外的時間，才會不小心遇到就是當地的連假。Let's go！我們直接氪金回來了，很爽。提醒大家个事情，千萬不要穿白色的褲子來這個瀑布，現在變成什麼顏色？土色，直接染色，跟你的膚色一樣。現在直接變咖啡色了。到餐廳，食物已經直接等好了，在這裡等我們了。我已經餓到，我不知道，我已經餓到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跟荒野出來呢，就是吃喝都把你照顧好。他們就一直跟我強調說，我就是拍就對了。這個是什麼東西？我們家的海外行程都會有我們自己做的三角旗。明天後天爬山的時候，你就掛在你背包上，我們比較好認人。哦 ，OK，來給你。謝謝哦，很 Q 哎，收集5面就可以打折哦。真的嗎？收集5面來白馬滑雪，好多情緒價值哦，很棒。早安吶！现在半夜3點的印尼的山路塞車，我覺得很荒謬，好猛！塞車，大家都好晚睡。OK， 準備出發看此生必看的全球10大日出。從這邊要再走260階的階梯，就會到日出觀景台了。趁現在在等日出呢，分享一個冷知識，就是之前都只知道這邊是一個看日出很漂亮的地方，但向導剛剛說呢，這邊其實也是印度教的聖山，所以很多人是會上來祈福的，就是會對着火山口許願，讓我想到那個我在埃及那個時候爬了一座聖經裡面有出現過的一座山，所以有很多人是年紀很大，然後幾乎走不動，但是他們還是找人攙扶，就是一步一腳印的走上來。總而言之，就想跟大家說，就是這座山其實是印尼這邊的老人家都可以爬上來的。好啊，那你拿來這裡好。好，現在這個日出的輪廓已經慢慢出現了。我放了一隻手機在這邊縮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完整的顏色變化。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可以搶到第一排呢，是因為這裡是沒有欄杆的，所以沒有人敢坐過來。哎，我告訴你們，你們片頭呢應該會看到一個很美的縮時，我就是這樣拍出來的，甚至只一台手機，好不好？哼。他冒煙了。
最高的是賽梅魯火山 OK 東爪哇最高峰。对，然後呢，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它是這邊唯一的死火山，它叫做巴杜。OK， 長得很像可麗露的就是這個。長得很像可麗露，對，我們就叫它可麗露火山。OK， 那這個最矮的，這個才是布羅莫火山本人。哦，在後面的這個，在雲後面的嗎？對。哎，對，它是在冒煙嗎？对啊，這是我們要爬的啊。哎，你們看。哦，我剛剛一直以為那個是雲。哦。但它其實是 Bromo， 然後它冒出來的煙呢。剛剛真的沒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我說那個不是雲嗎？然後他們說那個是雲。然後我說從此以後稱你為火山博士。那沒辦法，以後所有的火山都找你爬。種在天堂裡的山。对啊，真的很像天堂哎。这个火山的日出是長在一坨霧上，真的超像仙境哦，好厲害哦，超帥的。等以後大家就是所有在看這支影片的人，如果你們想要爬山、想要很好看的空拍的話，帶上 James 好不好？哇，我剛剛一路就是在這個位置卡了2個小時哎，我從4點坐到6點，就卡了一個這麼好的位置。是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火山博士，請幫我這個畫面想一個口號，我們要一起講的。好難哦！1、2、3噴發！1、2、3蹦！1、2、3蹦！把東西1、2、3蹦！給大家看一下網紅們，好敬業啊！他說：“等一下，我想再拍最後一張。”拿起 DJB， 你有去過林賈尼，也去過阿貢火山，但你覺得布羅莫火山拍起來不一樣的是什麼？它是好幾座連在一起啊。對，而且每一座就是都蠻有特色的，就是拍起來很有層次，對不對？像那個像可麗露，然後一個像碗公，然後最後又有一個很高的，對，就他們疊在一起，你會覺得有點像在一個異世界。對，因為通常我們拍的火山很帥，但它就是一個。對，所以它早上一定會有雲海，像你去林賈尼或是阿貢們不一定，但是這邊因為我來第2次，每一次都會有那個薄薄的雲海，對，很好看，所以你會感覺很像是在一個湖裡面有好幾座島。就很像在天堂的霧氣裡面，然後冒出一堆火山。其實有點像乾冰，不覺得嗎？有點像，有點像吃東西，然後擺盤那個乾冰。對，我們兩個都去了，算是很多個火山，但是都真的覺得布羅莫這個日出非常厲害。對啊，而且實在是太輕鬆了。除了你要早起之外，你看看那邊就有了，那邊就有。對。等一下要進入我們米婭非常期待的東西——騎馬。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爬上布羅莫的那個火山口嘛，就是剛剛一直在冒煙的那個。對，然後有些人會走上去，然後有些人會騎馬，然後荒野的團呢，就是會直接已經包含那個騎馬的費用。我的是1號馬 ，1、2、3，OK 啊！哇，好帥哦！出發！哎，漢森也會自己騎馬哎！哇，你好帥哦！好害怕！強調一下，米婭人家是已經騎了很久的馬，他們才會讓他自己騎。然後把那馬運回來。哎，他變扁了，心情好多了，心情好多了。原來他剛剛不太乖，就是想拉屎啦。骑我的右邊。就突然出現那個巨大的火山了，哎，這個就是那個可麗露嘛。對，布羅莫是活的。對，所以它啊，所以活的不會長東西，但是後面是死的，所以死的就長東西，然後藍天，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常有層次的顏色。火山口的下面會賣這種大大小小的花，哎，他們都做得很漂亮，哎，蠻美的，配色很好。等一下把這個帶上去祈福，這個樓梯一路往上就會是登山口了。米婭，這個應該就是登這個火山口最辛苦的路段了。我覺得這次的行程安排非常好，是吧？我跟你說很輕鬆吧。而且因為這個火山其實真的已經太多人來了，都建好這種階梯。我們之前爬過火山會有一些很滑碎石坡的問題，在這裡是完全不會出現的。對不對？很扯哎， CP 值超
高。然後我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煙，然後就在我們面前。为什麼有地鳴聲？因為地底火山的那個高壓氣體嘛，對，然後它上來的時候經過了岩石的氣孔，然後跟空氣產生波動，然後造成這個聲音。對，走樓梯上來就是這一段，然後這邊有一段就是沒有圍欄，但是比較寬的。然後去那邊真的要千萬小心哦。所以我們等下坐在這裡的話呢，就是拍那個火山洞口。然後坐在這裡的話呢，就是可丽露。我們現在呢是在火山口的祈願儀式，想要我的頻道可以趕快破50萬訂閱，然後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所看到的很美好的地方。而且大家都會覺得我們去的地方真的很困難、很辛苦，他們一輩子不可能做到。但是這個地方是不是真的很輕鬆？其實沒錯。所以請大家就是多幫我把這個頻道還有這支影片 share 給大家。下個月的朝聖之路就可以一切順利，然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我不論活到幾歲，都可以保持着那個探索世界的熱忱。对，真的很棒。自己講都快哭了。對啊，大家的願望都好感人哦！怎麼突然進入一個這麼感性的角度了？很感動啊！好感動啊！對啊，怎麼會有人突然哭啊？這個不是，Hello，請大家不要失控，大家冷靜。結果這一趟大家都哭。我希望所有我愛的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健康真的很重要。可以，3、2、1，丟！哇，好可愛哦！我們的願望全部都會實現。Bromo 的火山口應該算是我此生來過 CP 值最高的一座火山，就是不管是前面的那個觀景台，跟你走上來也是真的是騎馬走一下下，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麼壯觀的火山口，我覺得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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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薦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都可以來看看，親眼看看這一座火山。你剛剛說你帶年紀最大的幾歲？76歲。76歲爬布羅莫火山，帥。好的，我們又來到了空拍的時間了。順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那個火山口上面呢，它是不能起飛空拍的，因為安全性的關係。因為其實上面蠻窄的，但像我們現在下來在這個平台上呢，你再飛上去火山口，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我們也是選擇下來再飛空拍。然後我順便想要趁這個時間呢，就是來玩一下，就是它的大更新之後呢，有一個虛擬座艙的功能，我覺得非常的奇花。我順便用這個飛行眼鏡裡面的畫面，就熒幕錄影給你們看。好，我現在打開這個虛擬座艙的這個選項，看到這邊出現了一個小精靈，然後有一個戰鬥機，然後這邊是一只鳥，就它有點像是你在玩賽車遊戲一樣，就是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看到整個角色還是第一視角。那其他的操作呢，其實跟你一般在飛空拍其實一模一樣的，就是飛就对了，它只是讓你讓這整件事情變得更好玩的感觉。这是一个模式，让你感觉好像骑在一只龍上。你現在是去哪裡了？我要進火山口咯。OK， 有刷到山壁嗎？再刷。哇，幹，好帥哦！我在你的眼鏡上看到畫面了。哦，哇靠，好帥！哦，刷山，好帥，好近哦！啊！哎，炸機了。对，它提升的速度有點慢。Drone 哦，它這邊有一個 Find My Drone， 找到了，它有一個 Google Map 的導航。那你這個就給我，我手機給你看。我們現在要來去撿我剛剛炸的空拍機。找到了，那很高哎，就在那裡。對，就確定，我就炸在那裡。我覺得我看到我們的空拍機了。假的啊！我100%的把握撿得到。哇，它在一個峭壁上，
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耶！找回我们的空拍機了啊！而且這段的風景真的超美的，雖然說比較危險，哇，可是我覺得很值得啊！感謝我們的向導，謝謝，踏走了，辛苦了。毫髮無傷。毫髮無傷嗎？嗯，它卡在土裡面，好累啊！安心了，安心了，安心了，安心了。還好這個機器它有那個可以翻埋重的功能，是順利找回來，而且其實它是完全沒有受傷點，還可以繼續飛的。有點小可惜，因為這個 A1 一定可以在這個火山口拍出一些很帥的畫面，但是我們時間呢是認真的不夠的。對，然後我覺得這邊也是有一些地形上的限制，因為它那個火山口上面呢不能起飛嘛，我們只能在下面起飛，然後就變成我們如果飛到那個有火山煙的地方的話，你就會被那個火山口給擋住，然後這個時候容易就會訊號差，不管是任何的空拍機都要小心訊號的問題。那為什麼剛剛會炸機呢？其實是因為我們為了想要有那個很貼地的畫面，然後跟很有速度感的畫面，所以我們是特別把相機改成運動模式，然後同時也把臂章關掉。確實是因為我們手動設定的關係，它才炸機的。對，所以基本上它還是一台非常安全又新手友善的機器。现在来到布羅莫火山的第3個重點行程，就是大家要跟吉普車合照，然後吉普車的後面呢就是火山。好，這樣不錯。哦，很帥很帥。1、2、3，不要看我的，不要看我的，他就沒有在看你啊。火山要找方言女人，感覺已經玩了一整天的行程。对，然後現在才10點46分。原來早起可以讓一天變得這麼長，以後我們養成2點就起床的好習慣。經過了3個半小時到4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又來到下一個住宿。這一次呢，就是除了爬山時間缺都在交通上，其實還蠻累的。然後我們再來聽一下明天的行程簡介。今天晚上11點半，拖着你的行李箱，這邊我們要 check out，OK？、今天 check in， 今天 check in。對，接下来休息8小時，7個。大家今晚見。今晚見。大家我不知道要說晚安還是早安，現在是我們去布羅莫火山的當天晚上11點半，然後我閉着眼睛在主持。早安。不是說我不知道說早安還是晚安，而且眼睛都張不開。我們現在呢要準備前往伊森火山，也就是我們這個雙火山的最後一個行程。然後我看一下那個 Google Map 的地理位置，它其實是在爪哇島的最東邊。然後我們昨天已經拉扯一小段，然後今天等一下還要再開2個小時的車才到火山口。等一下再說早安，晚安。已經到了登山口一陣子嘍。現在是1點55分哦。這個伊真的登山口呢，就它是有開放時間的，然後是2點開放，所以通常都會抓2點前到，因為等一下去會有蠻濃的那個硫磺的氣體，所以就是他們會發防毒面具。現在要走的這個上坡呢，算是我們這一趟唯一需要走路的路段，算是吧，算是，前面都不算吧。那麼建議呢往前。連寶堅尼代表是你。總之這座山呢，就是你可以搭人力車，
然後我們派米婭去體驗，絕對不是因為你走不動，真的，我覺得我其實真的很想，我们是因为很需要这個畫面，所以我只好就是做一點犧牲。畢竟我這麼熱愛火山。我們現在要走大約1個半小時，大約是3.7公里，爬升550公尺。小玉說，大概是合歡北峰的體感。準備要進去這個伊真火山啊！你的車到了嗎？我的藍寶堅尼，好可愛喲！哇塞，好真全哦！我不想出發了，沒有心理準備。我跟你說，新手超友善。你想讓我真實評論的話，因為它的這個軟墊是真的蠻軟的，而且這旁邊還有2個可以靠手的地方，我是着實像個娘娘。我身邊還有一堆繩子。我們就是才不愧拜說吉祥。你們知道我真的很不好意思。難易度如何？難易度我是覺得比凌駕你簡單。我目前爬過的所有火山中最簡單的。氪金的話呢，單趟是1000，來回2000台幣。這條路線呢，總共會經過7個休息站，剛剛已經經過第2個了。好像想說，其實前5個都算是蠻輕鬆的。我們在跨年哦，真的好，爬了半個小時，已經過 POS 5了。對，哦，真的蠻快的，真的哎。他的流汗都不是淚，是很熱，輕鬆。輕鬆鬆要脫衣服了，我都覺得我也可以拉一台藍寶堅尼。沿路會遇到一些硫磺的礦工，80公斤。對。請問他們一天大概這樣要走幾趟啊？他們之前就是有被報道是什麼全球最危險的工作之一，因為你得一直吸入那個硫磺氣體、酸氣啊。防毒面具戴到脖子上，我們就要準備下切，去找可以看到藍火焰的地方了。看到了，你有看到嗎？那個藍色的，你看我身後的這個亮亮藍藍的，就是藍火了。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走到最下面，所以只能找這種路邊一半的。會形成藍火，是因為伊真火山地底有大量的硫磺礦，火山裂縫會噴出高達600度高壓的硫磺氣體，而這些氣體接觸空氣中的氧氣燃燒，才形成了藍色火焰。還有部分硫磺冷凝成液態，邊流邊燒，形成像是藍色熔岩河的景象。也有人說看起來像是藍色的岩漿。而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來伊真火山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與冰島是世界唯二看得到大規模藍色火焰的地方。只可惜我們來伊真的時候有些新管制，所以沒有辦法最靠近藍色火焰。但光是這樣一點點，我們的鼻子跟眼睛就已經燻到不行了。我靠！這個眼睛很刺哎，稍微靠近一點，那個藍色火焰，眼睛跟呼吸都很痛哎。剛剛在那邊聞到的氣體會這麼濃，這麼難聞，也是因為它是強酸的氣體。這邊如果沒有火的情況下，你知道說就是打火機一點，它就會整個點燃這樣。對。哦，然後大家就會這樣子看。對。我們到山頂的時候，你也可以看到那邊的植物，對，樹皮會很光滑，對，會很不一樣。哦，真的哎，就很像這種家具店被磨過的、磨過皮的，他們就是長期的被侵蝕變成這樣子。它這邊有擺了真正的硫磺礦給我們看，它超漂亮的哎，它是真正的這種亮黃色，第一次看到，但是它是這種強酸的東西，所以等一下一定要洗手。這邊有一些他們用硫磺做成的紀念品哎，但是這個好像我們帶不回去啦，因為它是易燃物吼，看一看就好。
現在呢，天已經慢慢的亮起來了，然後也可以稍微看到底下火山湖的煙了。虽然說我知道等一下應該會越來越漂亮，但是你們說這個景現在長這樣子，我有什麼樣的可能放下我的相機？而且我上一次看火山湖啊是在林賈尼，然後那個時候的我呢是一個超累超喘的狀態，但是現在完全就是走一整段的平路上來，是一個超級輕鬆舒服的狀態耶。然後很神奇的事情是，它這個火山湖會長出一些，你知道這種枯木。我遇到我的朋友們了。真的吗？哦，就是高瑶，就是你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火山的蓝綠色，這就是我們的伊真火山口湖，然後也叫做藍綠酸湖。它的 pH 值極低，是酸性非常非常強。極低是多少？先沒有 Q&A， 沒有是不是？我剛剛掃上來的時候，發現就是這裡綠意盎然。對啊，然後是我們在爬林賈尼的時候，旁邊是完全沒有綠色植物。那是為什麼呢？那就是因為呢，火山的定義就是它有地熱氣體，然後跟會噴發，這就構成叫做活火山。所以呢，伊真火山叫做活火山，但是它其他我們攀爬的地方，它的地質是跟一般的山是一樣的。哦，對，所以它的那些就是可以生長的元素、要素都有，所以它才會這麼多的綠色植物。因為剛剛走過那裡，其實我覺得超漂亮。對啊，對啊，所以你是說只有這裡是很高的、很高溫的？這邊是很高溫，但是這裡就沒有。對，這邊而且還是有水分。還是不要罰啦，因為我怕還是可能中間會有錯誤。如果有講錯的話，請糾正他。沒錯，歡迎糾正。所有人自己在飛空拍的時間，我要來繼續飛我的 Antigravity A1 了。對，趁現在呢，我要來示範一下，就是他們在上一次的大更新之後啊，就新增了一個語音助手的功能。我現在就直接示範了，我現在手上呢是完全沒有拿任何遙控器的，然後我現在呢只要按下眼鏡左邊的這個鈕，然後就出現一個很像 Siri 的東西，有沒有看到？然後我說 Take off。它就自己起飛了。好，然後呢，我現在再按一下左邊這個眼鏡的鍵 ，Siri 又出現了。然後我說 Start Recording， 看它現在就開始幫我錄影了。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對於一些操作上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很方便，等於說你現在有一些基本的指示是可以用語音操控的。這個語音助手呢，還可以幫你像是自動返航啊，然後打開實景透視等等的。好，未來應該也會再加入更多功能，我覺得蠻方便的，因為像我有時候自己會忘記一些按鈕在哪裡。好，我覺得好像快要白牆了，我要趕快去飛。大家可以從我的眼鏡裡面看到，我現在在往那個火山的煙的方向飛去。哇，好帥哦！那什麼？你說的什麼？有鳳凰、戰鬥機跟掃帚，好騎，好屌哦！我騎到它了，好。騎到它了。喂，我現在這個角度超讚。錄成 VR，其實可以開團前，他們可以看這個地方長什麼。它完成了我童年的夢想。你的小魔女有沒有在轉彎？我現在很高，你現在很高，沒錯。那我們往下走。這個小魔女還在嗎？在哪裡？不是，他的節目效果好好哦，好爽哦。89公分。停，冷靜 ，OK。哎，真的很好玩。剛剛呢，算是用它飛了一圈，先飛去上面，然後再衝下去，然後甚至飛到對面，然後又看到那個火山煙，對，算是把這個火山的全貌給
看過了，我覺得爽度還蠻高的。剛剛的語音助手跟虛擬座艙其實都算是我覺得比較皮化更新。它這一波更新，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還是它從只有下避障跟前避障變成是全向避障。雖然說這台機大部分時候都是往前飛，但我覺得有全向避障還是讓人會比較安心一點。這台 A1 呢，我其實已經接到第3次了，就之前帶去了中南美洲旅行，然後上次帶着媽媽去飛北海岸，然後這一次呢又讓很多的朋友一起飛着它穿下去那個火山湖體驗。再強調一次，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除了新手友善之外，它真的是可以讓你有一種身臨其境飛在空中的感覺。推薦給一直想要飛空拍，但是覺得空拍好像很可怕的人，用這台呢真的超級像在玩遊戲的。那如果想要看 A1 更完整的開箱跟教學的話，其實針對這台機器我已經有做過2支影片，我都會放在資訊欄，大家可以再去詳細的看。最後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 A1 現在又在打8折了，應該會到7月中左右。對這台機器有興趣的人要把握機會，我一樣會把優惠的資訊貼在連結。那我們差不多要下山了，全部的人都在等我了，真的是最後一卡了。我们要念我们的口號：1、2、3，火山博士萬歲！走了，趕快收東西。訪問一下這個爬山越野高手，這對你來說算是山嗎？小山。我今天早上就問 CP 說，那這個累度1到10，你有1嗎？他說有，然後但早上起床是9。最累的部分是起床跟搭車，爬山的累度当然是0，我今天没爬山。2，差不多不能比 CD 低，差不多2。你比如说1了，然后把我1讲掉，1.5。OK。3，不能輸給他2.5。2.5 ，OK。我覺得我應該也是2。對，就是爬起來非常舒服，然後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把我的包包放在藍寶堅尼上。我今天拿了Celine的包包，我才知道，你們應該一定沒有想象到，他拍的每一支影片都背這麼重的包包在爬山。我沒辦法我覺得我整個人會長這樣子。所以你最後還是放棄了我的包包。對。這次的行程呢，大概就有點像是你1天玩台北，然後1天玩南投。然後隔天再去台東玩1天，拉伸距離很長，但是中間你也沒什麼好停的，沒東西。對，因為這3個點就是東爪哇最有名的景點，它就可以讓你5天4夜玩到最大的3個點。所以總體來說雖然累，但是我覺得是一個 CP 值很高的旅行。就這個天數跟這邊的難度其實是蠻適合沒有什麼接觸過戶外的上班族朋友，但是你也想要嘗試看看這個領域。慶祝我們的印尼火山行程大成功！耶！謝謝大家。我們這個有新手友善嗎，博士？超友善，應該還可以再去爬個林甲。有升到這個地步。那影片底下呢，歡迎留言告訴米婭還有什麼火山非常推薦她去，我下次就找她去。老闆說還有富士山的行程，荒野旅人。可以來爬。富士山要不要去？可以。富士山應該是簡單的，而且因為我覺得說，雖然這個行程聽起來很刻苦，但是都會在最熱的時間下山，然後我們在這種日正當中的時候，我們都是在吃飯或者是休息。正常的狀況 schedule 下，其實大家是可以有完整的時間休息的。就像我們昨天5點到嘛。對，但正常的可能2點就到了。大家就可以從什麼4點睡到11點這樣，一個比較長的睡眠時間。懂。對，然後我覺得這次跟荒野出來還有一個點，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是因為雖然說行程還蠻緊湊的，但是只要是住的都是住得很舒服，吃的也是我們一到，然後餐就已經準備好，就是他們盡量有讓大家就是吃好睡好。謝謝小玉跟漢生，還有 CP 幫我剪空拍機，對，還有米婭。感謝大家陪我走完這個5天4夜 CP 值超級高的旅行。今天的最後呢，旅行社幫我們安排了一個耍廢的行程，我們就是會吃東西啊，按個摩啊，買東西就結束我們這個
非常非常豐富的5天4夜。這個行程有多好玩 ，CP 值多高，多新手友善，我相信不用我再多說，剛剛他們全都幫我說了。影片的最後呢，想要再提醒大家一次，我覺得荒野旅人這一次真的把行程安排得非常非常好，算是把我們這些喜歡戶外的人都服務得服服帖帖的啊。因為大家也可能會想說，爬山為什麼要找旅行社？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幫我們省去了非常非常多做準備的時間，然後不管是新手或者是我們這種已经旅行经驗很多的人，我们都觉得这次安排的行程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真心推荐你们，如果你们看了影片觉得这地方超级漂亮，想去但是又不想自己安排，或者是怕自己没有什麼經驗的話呢，真的可以找荒野旅人來帶你去這些地方。我本人比2個大拇指推薦。那我也會把荒野的這個行程資訊呢，直接放在資訊欄，大家可以直接去看看。然後他們其實也有在做很多其他國家或者是國內的登山旅行。那最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歡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一個喜歡，然後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所有喜歡旅行、喜歡戶外的朋友。然後如果你喜歡這個新手戶外村的計劃的話，請留言告訴我，或者是可以推薦我下次可以再拍什麼非常新手友善的地方。然後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不只是旅行才會出更多好看的旅遊影片哦。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拜拜！大家記得來這個老城區的夜市呢，可以找這台橘色的拍貼機，它們非常的可愛。這個是我們剛剛拍出來的照片，印尼雙火山的隱藏版行程，坐在夜市吃玉米。然後他說挑夜市有一個重點技巧，不能太髒，也不能太乾淨。太乾淨的等於沒人吃，不乾不淨吃人。太髒的吃了真的會死。那今天漢生帶的都好吃嗎？很好吃。好，印尼的夜市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呢，大家就會像這樣子坐在店家準備好的路邊的地墊上面，席地而坐吃東西。明天可以睡到比較晚，連可以睡超飽，睡到5點。睡好像很久沒睡這麼飽了。為什麼？我晚上11點那時候就醒了。好累哦。